是吧？小于总，要不再等一等吧？高小姐还没到，我先打电话问一下。他已经请病假了，不用等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今天特意请董事长来，今天验收成品，我想由董事长把关，应该更稳妥一些。都到齐了吧？那我们就开始吧，都坐。镶嵌组的这件产品，我还是非常期待的。董事长，这是工厂赶制出来的成品，请过目一下。确实做出来了，但是比起高会的设计，要简单许多，缺少了最初的灵性。高会的设计确实好，不过不能投产的话，也就没有商业价值了。我们要的是普罗大众都喜欢的、都能买得起的，而不是所谓的高级定制。行了，设计和生产都很重要。这件成品我觉得不错，非常精美。要是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想，董事长做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先听听我作为设计总监的意见呢？说吧。当初有人说工厂做不出我的设计，是因为我的设计图有问题。那么，请大家看看这个。真的能做出来啊？这是我请来的欧洲工艺师按照我的原设计稿打出来的样品。事实证明，根本不是我的设计实现不了，而是瑞华的工艺师做不出。那这就很奇怪了，瑞华这么多年的老工厂，怎么可能连样品都打不出来呢？还是说，有人故意从中作梗，要破坏这次新产品的面世呢？董事长，明明可以做出来的东西，工厂就是不做，还把责任推卸给设计师，这样的工厂有什么用呢？进来。莫总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镶嵌组今天开成品验收会，高辉带着国外的工艺师过来了，说他们能按照设计图做出来。高辉正告工艺师的状呢。高慧，咱们工厂的工人恐怕要被牵扯进来。别着急，你先去那帮我盯着，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汇报。是。去。王工，高杰，你一直在工厂盯着生产，你说说看，工厂的水平到底怎么样？我是从头到尾看着工艺师打样的，绝对相信他们的专业水准。高设计师，我刚才一直观察你的成品，在制作的时候没有一丝改动过吗？怎么，你还不服啊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做一次验证。我可以请他们指导工厂的工人再做一次样品。这个提议非常好，与其大家坐在这里干聊，倒不如让工厂再做一次。如果工厂能做出这个作品来，就说明设计图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做不出来呢？绝对没有这样的可能。好，让工厂再试一试。今天的事情，哥，是你们两个人安排的吗？我只是答应了高慧，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但没想到他做到了。所以事实证明，高慧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。你心里应该清楚，瑞华的工艺
不比任何一家外国大公司差。既然他们可以做出来，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？所以原因到底是什么呀？怎么样？听他们的阐述，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出来。什么？为什么之前说做不出来呢？设计稿确实有点复杂，再加上一开始呢，大家难免都有点畏难的情绪。之前高杰又说这个设计稿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先入为主的认为，确实是稿子的问题。果然是有人故意误导。后来高杰呢又拿出了新修改的设计稿，比较便于实施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去研究之前的稿。明明当初是你说分割胶膜有问题，说设计稿做不出来，我也反复研究过，确实像你说的那样，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做出来了？高杰啊，你不能怕担责任就乱说话啊！你敢说之前不是你怂恿我们去找董事长告状的，不是你怂恿我们闹停工的？你还说只有这样董事长才能认可你的设计，你不能敢说现在不敢承认啊！王师傅，你也别生气，这件事情呢我也有错。高杰进组之后能力一直没有得到认可，心急之下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既然证明不是你们的问题就太好了。至于对高杰的处理，还要听向县组2位老总的意见。你觉得呢？既然高会的图纸没有问题，那还请王工你就按原来的图纸去打扫，按工、按时、按质。至于高杰，回公司再说吧。高杰的事情我会亲自跟董事会汇报，你回去等着处理结果吧。我知道你来瑞华的目的，我也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但是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因为你根本赢不了我。我不是为了和谁斗来到瑞华的。设计师的世界里，从来都不是你死我活。如果你的心胸这么狭窄的话，恐怕不用我来竞争，未来你也做不出真正的作品。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就是你这副自视甚高的样子。我从小就向着最顶尖珠宝设计师的目标努力，为了这个目标，我付出的不比你少，天赋也不比你差。你凭什么对我说这番话？只有我有资格取得成功。高慧，做顶尖珠宝设计师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是镁光灯下的小小虚荣，还是在假想敌前炫耀的筹码？成功对你而言，只不过是必须抢到的玩具，但对我而言，在珠宝设计界能证明自己意味着一切。这是我和你最大的不同。无论是圈内专家、市场反响，还是公司高层，都认可我是瑞华的顶级设计师。以你的资格，根本不配待在这里。我劝你知难而退，尽早离开瑞华。不过，如果你不怕更丢人的话，我也愿意奉陪到底。我的资格，珠宝设计是我终生的职业，唯一的梦想。为了做出最棒的设计，我可以赌上我全部的人生。因为选择这条路，我在矿区实习遇险，比赛被人陷害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退缩。实现梦的渴望比谁都要迫切。说到害怕，真正感到害怕的，应该是那些把我推向火坑的人。话说的挺好听的。既然你不肯死心，好，那我们就用设计来一决高下，看看谁才能成为最顶尖的珠宝设计师。不过，你连镶嵌组都留不下，
我倒是很好奇，你怎么在定制组翻身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，想从挫折里爬起来，确实有点难度。不过，人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蜜罐里，而我会成为打破你蜜罐的那个人。